这个组织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对手，叫做美国。金砖国家背后所附带的叫做新开发银行，另外把本币交换体制变成一种新的集体支付体系，这个相当于对 SWIFT 发起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在于说他去打败或取代 SWIFT， 而是给予所有的国家一个在美元体系之外交易的机会，它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跟降低美元潮汐，还有美国铸币税对于国家的敲股吸水，将金砖从一个经济平台升级成一个地缘合作平台，绿色金砖提升发展含金量，事实上是在对抗碳税霸权。碳税就是富有国家赤裸裸的借由地球的未来擒了所有开发中国家大杀器，公正金砖全球治理体系。简单来讲，回到联合国的框架，那这个不是恶心美国，是恶心死美国，就是全世界上最不愿遵守国际法的。美国呢，自己战后搞的那个框架呢，又爽了几十年，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框架的打开，系统被重灌了，本来是 Windows 突然变麦金塔，现在变鸿蒙了，你看你怎么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个组织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对手，那个叫做美国。那印度不能说美国是他的对手，但也称不上绝对的好朋友。那中国、巴西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的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聚更多和平声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你要注意哦，习近平在普丁做东的现场讲出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我已经跟普丁讲好了。只要大家愿意坐下来，乌克兰局势有解，再来扩展到什么加沙问题。那为什么和平金砖是第一个？因为这些国家的结盟，如果战争停止下来，恢复正常贸易，恢复正常国家建设，请问哪些国家发展的比较快啊？哪些国家其实没有靠战争转移输出内部矛盾，它的成长而停滞了？所以其实道理很清楚了嘛。美国的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继续靠炒作华尔街股市吗？继续炒作 AI 吗？ AI 这个 IP 虽然大，但是能撑得起整个美国吗？这就是关键啊！可是对中国、对俄国、对印度、对伊朗、埃及、伊索比亚、巴西、南非这些国家，光是发展基建，他们就有巨大到不可思议的商机了。更何况在基建之外呢？那这个大视角成型之后，亚洲大陆基本和平，再加上我们之前漏掉没讲到东盟会议3天，第一天东盟加一加谁？加中国，第二天才加美国，很明显态势是越来越明显的。你想，全世界上最乱的，除了非洲国家的内乱之外，基本上就国际地缘大冲突剩两个地方，一个叫乌克兰，一个叫做中东嘛。那当然也有人说，那亚洲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中国加速发展军武。中国看清楚一件事情了，你赖清德就是没有能力嘛。你民进党有什么能力？充其量你只敢叫什么时候由训转战，什么时候从训转演，随便我选，我扣死你就好了嘛。这叫做压制。所以我现在也不急着发动对台湾的整个台海的这个战略，我看的是更高一个层级的东西。我要把整个亚洲地缘的大战略先完成。当我这个完成之后，把它深化，这个深化推进需要几年，甚至可能需要下一任的领导人继续接棒。可是我对于台湾，我可以把它control在一个范围之内。很明显，中国也看出了美国不敢跟中国直接对打了啦。所以赖清德急啊，赖清德为什么急？赖清德虽然急，但他眼界太小，对这世界理解有限。金砖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他的势力投射到另外两个大陆，一个是非洲大陆，另外一个南美或者我们说拉美地区。这里面有一个人是让这个所谓过去叫做 South-South Cooperation 南合作，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用叫非西方国家合作。巴西为什么重要？因为巴西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作为拉美地区最大国家，国土世界第5大，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必须要有代表性嘛。所以鲁拉的眼光是非常远，他也知道巴西如果继续跟着美国在美洲混的话，那巴西一定要被吃干抹净。所以鲁拉一直心心念念的在想，拉美地区一定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其实你把这个逻辑打开之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金砖里面有巴西了嘛。南非更是反抗殖民、反抗种族隔离、反抗种族屠杀压迫的经典代表。曼德拉的故事，我想大家小时候都学过。那这是不是就凑齐了5个代表？而且你想，当初中国 BRIC 要加个 S， 为什么要 S？
要把南非拉进来，因为非洲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哦，所以整体来讲大家就理解了哦，金砖国家的成员都是精挑细选，不是随便开玩笑的。背后所附带的叫做新开发银行，这个是金砖国家未来要发力的重点。另外就是把本币交换体制变成一种新的集体支付体系，叫做 BRICS Bridge 哦，金砖桥，这个是普丁要发展出来的。这个相当于是把本币互换体制进一步升华。本币互换体制是我跟你互换嘛，比如说俄国是卢布，中国是人民币，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两边的钱互换，就是我买货品钱过来，我又换回去，我们可以互换汇，然后有一个定额的哦，就双边的，比如说我跟小明，小明跟小王，小王跟小华。我们全部组成一个集体，就类似怎样？你也可以把它想成类似一个标会的概念，全部人合在一起，也就是把本币互换体制变成一个集体机制。所以这个新开发银行是会是未来发展重点，这个相当于对 SWIFT 发起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那这个巨大的挑战不在于说他去打败或取代 SWIFT， 而是给予所有的国家一个在美元体系之外交易的机会。它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跟降低美元潮汐，还有美国铸币税对于国家的敲骨吸水。和平金砖将金砖转化成地缘政治，从一个经济平台升级成一个地缘合作平台。第二个呢，创新金砖，也就是用科技革命来带动金砖国家的产业升级，绿色金砖来提升发展含金量，事实上是在对抗碳税霸权。碳税就是富有国家赤裸裸的借由地球的未来擒了所有开发中国家大杀器。公正金砖，全球治理体系，简单来讲，回到联合国的框架，回到国际秩序的框架。那这个不是恶心美国，是恶心谁？美国就是全世界上最不愿遵守国际法的。美国呢，自己战后搞的那个框架呢，用爽了几十年，将近要上百年，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框架的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结果呢，一打开，系统被重灌了，本来是 Windows 突然变麦金塔，现在变鸿蒙了。你看你怎么玩。再来呢，最后是人文金砖。什么是人文金砖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每一次到中国开大会，中国就要跟你讲说我们之间有多少的历史脉络网络，或者是说呢，你们国家也有非常丰富，我们先学着尊重人，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嘛，人必互相尊重而得以被人尊重嘛。金砖国家汇聚了深厚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要尊重大家，这只是个开始， is just beginning。 大视角也不能只有4个国家，它必须要有很多国家的共同参与，所以大视角成局只是第一步啦，真正的意义上是全球南方的整合，还有以中俄作为一个轴线，所以说叫中俄共轴，对美西方发起的一次强而有力的挑战。